德国纳粹的宣传部长说过，谎言重复1000遍就会变真相。今天这本书就是谎话讲了1000遍，虽然假的没变成真的，但都成了金哥哥了。嗨呀，金哥哥就是。欢迎回来 Nico 5秒的说书时间。我相信因为理科太太推荐了这本书之后，应该有不少人前仆后继的去找了这本书来看。然而我是因为志奇77的 IG 和我的好朋友图杰也介绍了这本书，一个被大环境包夹和自己也很想看的状态下，翻开这本恶血。哎呀，这一翻开不得了啊！有医疗背景的人会当这本书是恐怖喜剧小说，因为里面一堆很荒谬的剧情都在拿人命开玩笑。影像思考的人会当这本书是电影剧本，没在跟你开玩笑，已经要改编成电影了。女主角是我最爱的 Jennifer Lawrence， 其他人一定会把这本书当成超精彩的矽谷创业内幕、撕逼八卦、宫廷大剧，从谎言内斗、外戚乱政、高官政治、金流腐败、玩弄人命，应有尽有，一应俱全，就差没有一仗红了，其他什么都有。这本书真是居家旅行、骗人取财必备良方。那么要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？请上各家书局或影片下方关于的。由于这件事情已经是响当当、家喻户晓，是国际知名的矽谷诈骗事件了，我也就不卖关子，直接娓娓道来整件故事。放心，就算知道始末，中间的细节之精彩，还是会给你想看书的冲动。简单说，创始人伊丽莎白在19岁中辍离开史丹佛大学，她从小的愿望就是想要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的创业家。优秀的家庭背景和望尘莫及的人脉，让她起步其实就比一般人顺利一些。她离开学校，带着梦想，创造了只需要一滴血就能检测300种症状的公司。Theranos 这件事情几乎是立刻就引起了大家的注目，只要有做过健检的人都知道，抽血是多么不舒服的一件事。伊丽莎白带着坚定而低沉的嗓音，出席重要场合，总是一身黑衣高领毛衣，一遍又一遍地诉说自己多么不喜欢针头，还有各种错过第一治疗时间的热泪故事，甚至带着这样的梦，在2014年登上了 Todd。全盛时期，公司高达了800人，董事会都是一堆高官，包含前国务卿、前国防部长、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。都是政治人物，我怎么不意外？理论上这些人都不是笨蛋，但是因为伊丽莎白这个梦太美了，只需要一滴血放入一个叫做爱迪生的盒子里，仪器分析完毕之后上传云端，对比资料再下载回来，只要短短几分钟就能知道身体状况。如果这不是美梦，就是痴人说梦。任何有一点点医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技术有多难，所以当伊丽莎白带着看似很厉害的顶尖团队出现，自然会引人买账。当然，最后我们知道这一间公司最后募得90亿美金，然后华丽的像个烟火一样的爆炸了，因为压根没有东西研发出来，哪怕是原本那一台用来应急，最后变成唯一解答的爱迪生，也只是个高中2年级的科学劳作成品而已。大家买单的原因很简单，伊丽莎白的自信魅力。谎言说了1000遍就成真了。其实这整本书翻完，我不觉得刚开始伊丽莎白有心想要骗人，她一开始真的觉得她自己办得到，只是她还没办到之前就急着换钱，而且她觉得只需要压榨工程师就能把东西做出来。对啦，惯老板呐！血液检测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不就是把血丢到机器里面？隔行如隔山，曾经我也这么以为。现在的血液检测需要大量的血是有原因的，主要是因为各种不同的疾病或抗体，检测模式就有好几种，需要的反应使用量也就不一样。伊丽莎白底下的工程师曾经提出建议，如果不要这么执着于一滴血，或许有机会成功。那时的伊丽莎白坚决反对，一滴血就是这间公司的核心价值，就是要用一滴血才能募得这么多人的梦想和商机。这个坚持看到后来，他们还是用抽血辅助，觉得很讽刺啊。事实上，他还是有机会能做到。我不想说他败在年轻，但他确实有功有过。所以今天浩浩荡荡的讲了这么多，
理所当然要来说说看我在书里看到的，觉得伊丽莎白的成功与滑铁卢之处咯。The good part， 无与伦比的自信、形象魅力。伊丽莎白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，许多人会说她是女版的贾伯斯，因为穿搭方式跟她一模一样，也中途辍学，外在气场非常强势、自信且坚定，说话时眉宇间散露出的意志与信心，让人无法忽视的低沉嗓音，真的是一整套的专业和安心感。它让我想到另一部电影《神鬼交锋》，一样是由真人真事改编，同时也是描述个金融骗子如何利用诈骗的方式当个飞机师，免费在空中飞来飞去，还不断制造各种支票。要能够骗到这么多厉害的专业人士，对于自我形象和品牌定位就要非常明确。简单说，演什么像什么。就像贾伯斯，伊丽莎白也练就了一套现实扭曲立场，使人们不由自主的短暂收拾怀疑。他代表了这间公司，所以专业和信任感非常重要。即便他完全没有医学相关知识背景 ，doesn't matter， 只要他演得像就好。一个人演了10年的 CEO， 不亮也光，洞悉需求的渴望，找对客群，什么样的人需要健检，什么样的人讨厌充血，同时吻合这2个条件又没有医疗知识的人，大有人在。怕死是人类的天性，尤其达官贵族更是害怕死亡。对他们来说，生命是多么可贵有趣的一件事，跟我们这种贱民不一样啦。因此，能够延年益寿、早发现、早治疗，对他们来说何乐而不为？抓准这一点，伊丽莎白的董事会能够有诸多前政治家背书，到后期还能有各国首相的会谈，都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他们也许懂政治，但他们一点医疗背景都没有，也没有时间和精力调查，自然被拆穿的机会就不高。甚至到今天被拆穿了，还是有人愿意相信他迟早有一天能够研发成功。形象魅力做得好，跟造神真的没有什么两样。他开的是公司，在我看来是宗教信仰。另一种客群是企业体系。伊丽莎白能签下沃尔克林这间美国大药妆连锁的最大原因是利用 4MO 症候群，翻成白话就是害怕错过的恐惧症，怕被对手先拿走商机，宁可错杀也不愿意放弃，被眼前的短利迷失，忘记要先去探探自己即将要投资的是什么东西，造成投资失误，也让伊丽莎白不断的狮子大开口，对沃尔格林可以予取予求。The bad part， 没有准确性，基本上这整间公司都是架构在谎言之上，包含伊丽莎白低沉的嗓音都是装出来的。虽然在顶尖对决中有提到，为了成就不凡要有所牺牲，但那个是变魔术，现在我们谈到的是人命诶。检测血液关系到的是治疗疾病，一台连基本的甲和钠都检测不出来的机器，他选择用其他机器或稀释血液的方式掩盖。这一场巨大的梦幻泡泡之所以会被戳破，最大的理由是良心。还好在员工里面是有人宣誓过希波克拉底誓言，他们没有办法再对着87%的品管检验不及格签署同意，因为不精确的检验结果会直接引发健康恐惧，连带造成情绪和财务上的损失。人命不是手机 APP， 不能无限上网的开空头支票，没有管理能力。先姑且不论为什么他让公司内部的资讯不流通，造成每个部门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，这种奇怪的大家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的状况。光是她用了她男朋友当副总，用了她自己的弟弟当主管，再用了她自己的弟弟的朋友当部门主管，真的不可取啊！宦官外戚不可重用，中国5000年的历史就是没有好好念才会有这一种下场。更惨的是忠言逆耳不听，忠臣当奸臣，好汉都给开除了。我在书中里看到最扯的一个开除理由是，在公司实验室里建立了一套环境健康与安全保护标准。所以是实验室里希望不健康也不安全吗？以一间医疗科技公司来说，贵司政策还真是标新立异呢。其实书里到后期都是她的男朋友汪尼出来管事，伊丽莎白后来就是忙着当媒体红人和门面，公司大小事交由外人管理，终究是
灭亡一途吧。没有专业能力，最后这一点我真心觉得很致命。连伊丽莎白自己都不知道她自己手上端出来的这一碗是什么碗糕，而她又全心全意地怀疑自己底下的员工，离职员工都要签署保密同意书，一点芝麻粒都大的事情就要开除。真的有心想要做事的人，都因为绑手绑脚的公司文化无法伸展拳脚。对伊丽莎白来说，有没有交出成绩单不是重点，而是在公司待的时间长短才能表现忠诚，或者发了狠的拍他马屁也行啊。没有医师的专业能力，同时也不具备一个老板应该具有的能力。不管是拿来应急的爱迪生机器，还是后来失败的 4S 实验机，或者到最后的迷你实验室，没有一样经得起专业检验。这也是没有医疗大厂敢投资的主要原因。所有投资人都是因为不熟悉该产业，单纯听到一个未来理想的泡泡就跳进去。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不熟悉的领域真的不要投资，就算要投资，也要先做功课。我觉得《恶血》真的是一本当小说看也能看得很爽的一本书，里面很多医疗专有名词看不懂也没关系。作者约翰·凯瑞鲁本身就是个报道医疗案件的2度获得普利斯奖的华尔街日报记者，绝对写得让小老百姓都看得懂。当然因为都不是出自伊丽莎白的立场，所以从书本的第1页，好人坏人就非常明显，没有什么悬念，也不会翻盘。就像所有8点档一样，我们不是来看他中间做了多少坏事，只是想知道他最后会有什么报应。据我所知，他有可能面对20年的牢狱之灾，但目前他还在上诉，并且住在旧金山的豪宅里，跟他的科技新贵未婚夫过着 IG 完美般的生活，并且试图出版一份他的真实记录书籍或电影。对比他的员工们，只要在履历上有待过这间公司，基本上就是找不到工作，简直是天差地别的待遇。对伊丽莎白而言，她没有完成她的野望，直到今天，她仍然坚持她说的是对的。谎言说了1000次就能成真，很可惜，关于人命，这个世界不买账大谎言家。这本书我会放入2019年必读推荐的阅读清单内。如果想看到更多2019年必读推荐，可以点资讯卡，我把2018年的必读推荐也放在里面了。这些书都是我觉得不管过了几年都能拿起来阅读的好书，记得点资讯卡去看看哦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。现在频道内开启了募资会员制度，每个月75块钱支持我每个星期分享1本好书给你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会员的独家优惠好礼，我就放在影片下方关于，让你们自己去看咯。那我们就下个星期2晚上8点同一时间说书时间再见，大家拜拜呀！你们知道伊丽莎白姓什么吗？福尔摩斯，没错。伊丽莎白的全名叫做伊丽莎白·福尔摩斯。